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，站在一整面镜子前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却突然觉得某个眼神不对，某个角度诡异的让你忍不住怀疑，那里的自己是不是有点不像自己。那晚我真的看到了不属于我们的倒影。我跟3个朋友阿斌、小杰和静婷是一个健身小团体。我们平常都有正职工作，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练，有时候忙到只能挑凌晨来练。刚好我们健身房是24小时开放的，冷气强，人又少，特别适合这种专注训练。那天是周六凌晨3点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我当时还跟他们开玩笑说，3更半夜出来练腿，鬼看到都会腿软吧。静婷回我一句，别闹，我最怕鬼这种东西了。我们在器械区布置好杠铃，先轮流热身。那面镜墙是一整排延伸到天花板的大镜子，让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检视姿势。空间里只有我们4个人，音乐是我放的，老旧的蓝牙喇叭传出微微失真的节奏声，有点破，但很对味。直到静婷突然停下来，声音里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颤抖。你们有没有看到镜子里多一个人？我们3个同时转头看向镜子，直视那面墙。镜子里果然多了一个人影，他站在静婷左侧半个身位，穿着一件旧旧的深灰色连帽外套，帽子拉得很低，脸庞隐在阴影里，看不太清楚，只见一双死白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镜子外的我们。当下我以为是哪个深夜练习的会员跑来玩我们，转头一看没有人，镜子里那个人却还在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阿斌低声咕哝着，声音显然在发抖。我看到小杰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，静婷已经完全不敢再看那面镜子。是不是镜子出了问题？我试图理性分析，也许反射重影。我话还没说完，那个人影突然开始移动，不是普通的移动，他没有抬腿，没有行走的动作，而是像水中的浮尸一样滑动过来。静婷直接尖叫了一声，转身想跑，可是脚才刚踏出一步，健身房的大门突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整间房灯光微微闪烁了一下，音响也跟着失灵，只剩下重低音的咚咚咚声，像心跳一样震动空气。我们4个人被困在这里。我冲到大门前刷卡，红灯闪烁，门没有反应，紧急开关也像失灵了一样，怎么按都动不了。静婷说她要去厕所冷静一下，我们让她去了。她消失在廊道转角，鞋底声在空间里显得异常清晰。3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，她没有回来。我们开始感到不安，决定过去找她。女厕门是锁着的，我们拍门叫她的名字，没有回应。静婷，别闹了，我们要走了。还是没有声音。小杰忍不住从旁边拿来一根哑铃杆，猛力撞开了厕所门。门一打开，冷气流立刻灌出，里头空无一人。我还记得那间女厕里的镜子是窄而长的一块，镜面此时被水蒸气模糊了，但中央却清晰地写着一排字，仿佛有谁用手指从雾中写出来的。我不喜欢镜子外的人。阿斌开始狂骂脏话，小杰脸色白得像墙。此时我才意识到，镜子里的我们只剩下3个倒影。静婷不见了，镜子里只剩下我、阿斌和小杰，而那个灰色连帽影子仍然在同样的位置，但他现在的脸变了。我知道那张脸，那是静婷的脸，但极度扭曲，嘴角裂开，眼睛泛红，像是在水里泡太久的尸体。他仿佛想要从镜子里爬出来，指尖紧贴着玻璃，指甲在上面画出细细的刮痕声。我们开始后退，几乎是用跑的回到健身区。此时小杰在一面墙镜前停下来，惊恐地喊了一声，阿斌，你没有影子了。我转头看，发现镜子里真的只有我和小杰的倒影。
阿斌站在我们中间，却像个幽灵般没有任何反射。你们开什么玩笑？阿斌语气在发颤。我在你们面前哎。我们看着镜子里的那片空白，下一秒，玻璃啪啦一声裂开，一只血肉模糊的手伸出来，紧抓住阿斌的肩膀。啊！他被一股力量拖进了镜子里，镜面震荡了一下，碎片碎成锋利的棱角，飞散四处。我的手臂被割开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血流得我眼花缭乱。小杰直接疯了似的狂奔，冲到大门口不停撞门，而我只能呆站原地，看着镜子里第3张倒影也消失了，只剩我一个人。我不敢再看镜子，却感觉到后面有人在盯着我。我拼命不去看，闭着眼睛摸索路线，回到接待柜台后的控制室，找到主机电源，整栋建筑的电被我一口气切掉，四周陷入死一般的黑。但我终于听到一声闭，门的感应器解锁了。我逃出健身房，仿佛逃离一场地狱。我报了警，警方说在健身房里没有发现任何人，厕所里也没有奇怪的字迹，监视器的影像硬碟甚至整片损毁，连一个画面都没有留下。静婷、阿斌、小杰3个人就这样消失了。警察对我说，我的精神状态需要检查，甚至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。我知道这不是幻觉，我也没有再踏进那间健身房一步。但有时候我在夜里经过那栋楼时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望向那面熟悉的玻璃门。你知道的，那种反光玻璃总是能微微映出街上的人影。某次我在反光中看到自己，却发现我身后站着3个人影。我转身，背后一片空空如也，而镜子里那3个倒影缓缓地举起了手，朝我挥了挥。你们知道夜班最容易遇到灵异事件的是什么职业吗？不是警卫，也不是医院护理师，而是健身房管理员。默人说过这种话，但我发誓，那些深夜里守着空无一人的健身器材，面对着静止不动的镜子与跑步机的人，一定都会理解我说的是什么。我是健身房的夜班管理员，3年前辞了白天的行政工作，改做这种可以让我安静度过夜晚，顺便看点小说的班。当时我以为这份工作简单极了，定时巡场，检查器材，处理偶尔有会员进来的情况，最多就是帮人开个柜子。直到我开始注意到3号跑步机，那是一台靠近窗边的机器，型号跟其他几台差不多，但从3周前开始，每到晚上11点，它就会自动启动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定时测试功能，或是某个人预设了跑步计划，但查过后发现，这台跑步机根本没有设定任何自动模式，它就这么准时的在11点开始运作，转速稳定的保持在9公里每小时，时间固定30分钟，之后自动停止。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时，是因为我听到了声音。跑步机开动时，我正在器材区整理哑铃，那天健身房只有我一人。突然之间，我听见哒哒哒哒的脚步声来自那一台机器。我愣了一下，以为有人偷偷进来。走过去看，跑步机的履带正在转动，速度像是有人正在慢跑，但整台机器上没有半个人影。当下我心里还想着是不是有什么感应系统故障，就关了机器，断电重启。但隔天、隔1周，它还是每天准时启动。我报修了，技师来了2次，每次都说一切正常，甚至还补了一句：“你这机器有录音诶，满新潮的。”录音，技师帮我从主控台里挖出了一段音讯档，说是最近有些新型跑步机会收录语音记录会员的呼吸与步频，但这健身房的设备没有那么先进，3号跑步机是3年前的型号，根本不具备录音功能。我带着怀疑打开了那段档案，声音一出来，我的手臂就起满鸡皮疙瘩。那是一段女人的喘息声，气息急促，仿佛刚经历了长时间奔跑。接着她低声自语：“我不想跑了，脚好痛，
求求你，让我停下来。”这句话重复了3次，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，然后是某种拉扯的声音，像是肉体被强行拉进机械构造里，伴随着一声难以辨认的尖叫。我当场差点把耳机扯下来，那声音不是正常人能发出来的尖叫，它含着一种仇恨与绝望，仿佛某种灵魂在被撕裂。我试图调阅那晚的监视器画面，凌晨11点整，画面里的跑步机突然自行启动，但荧幕上却没有任何人影。那台摄影机甚至没有侦测到任何热源。当晚我值完班回家，开始做噩梦。梦里我在那台跑步机上奔跑，脚底像烧着火一样痛，后面有什么东西在逼近。我想停下来，但跑步机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我的脚掌磨破，流血，血迹一路喷洒在机器上，而那东西从黑暗中伸出手，猛地抓住我的后颈。我惊醒时发现自己满头大汗，而脚底真的痛。我掀开棉被，看到脚底磨破的皮像是长时间摩擦造成的创伤。我以为是我自己乱动造成的，但当我回到健身房，看见3号跑步机的履带上竟然有几滴已经前掉的血迹时，我心里明白了，这台机器正在拉人进去。我决定做一件事，亲自录下那台跑步机启动时的情况。当晚，我带着手机、录音笔和一点胆子，在3号跑步机旁守到11点。10点59分，我按下录音键，把手机放在跑步机面板上，自己坐在旁边椅子上等。11点整，跑步机准时启动，履带开始运转，声音规律、稳定。录音笔开始记录。我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坐着听。过了2分钟，我听见耳机里出现了那个声音，女人的喘息，但这次不是一段录音，而是现场正在说的话。声音从跑步机正前方传来，仿佛有个人站在那里，一边跑一边低声自语：“我不想跑了，求你。”我缓缓抬起头，空无一人，但我突然感觉到了重量。跑步机上凹陷了一个脚印的形状，2只脚掌硬压在履带上，微微下陷，仿佛有个透明人正在上面奔跑。我看见履带上的血又渗了出来，一滴滴滴落，温热的，刚刚流出的血。我伸手关机，却怎么也按不掉。跑步机像是自我运行，速度甚至开始上升，9公里、11公里、13公里。这时，录音笔里传出一个全然不同的声音，低沉的男声，带着一种破碎的笑意：“你来了，你终于来了。”我惊恐地转头，身后没有人，可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靠近了我耳边，他的呼吸像是从冰箱里出来的雾气，直接吹进我的耳膜。换你跑了。然后我眼前一黑，醒来时是隔天清晨。我躺在健身房的地板上，双脚血肉模糊，像是被砂纸刮过无数次。跑步机停着，但上面沾满血迹。手机不见了，录音笔也不见了。但3天后，我在健身房的电邮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里面只有一个音讯档，标题是 Run 002。我点开，是我的声音：“我不想跑了，脚好痛，求求你。”然后是我的尖叫，最后是那个低沉破碎的男生在耳边笑。我辞掉了这份工作，但直到现在，每晚11点，那台3号跑步机仍然会自动启动，我也没有能力阻止它。我只想提醒你，如果你刚好也在用健身房的跑步机，而且耳边突然传来一句熟悉的低语：“换你跑了，别回头，你也许还有一点时间逃。”我以前一直觉得健身教练这份工作很单纯，不过就是带学生练器材，教正确动作，规划饮食，回家睡觉。直到我接手了 Kevin 的备课表，那1周我才知道，有些课不是为活人设计的。我叫林子浩，是
X-Fit 健身中心的新人教练，刚从体育系毕业，年轻气盛，什么都敢接。Kevin 是这家健身房的资深教练，口碑一流，学生排到1个月后，但他突然在某天请了病假，说是家里出事，要暂时离职。经理也没有多说，安排我暂带他的学生。我本来很开心，想说正好趁机刷点存在感，没想到从 Kevin 留下的那份备课表开始，一切都往奇怪的方向走。那份备课表厚厚一叠，手写的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，像是学生作业本。有的学生甚至被详细标记了生理周期、情绪波动、夜间活动频率，连他们最近梦到什么都记录在案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名为 Jin 的学生，他被安排在每天晚上8点到9点，而且上面用红笔注明：此刻不可转交，不可取消，必须亲自指导。我当时笑说：这谁啊 ？VIP 到这种程度？我问经理：这 Jin 是谁啊？系统里查不到他哎。经理皱着眉翻了一下电脑，然后摇摇头说：奇怪，资料好像删掉了。你打给 Kevin 问看他好了。我拨了 Kevin 的手机，那头传来此号码没有使用的机械声音。晚上7点55，我依照课表在器材区等。当时健身房人很少，只有2、3个会员还在跑步机上慢跑。8点整，一个身影从更衣室那边走出来，是一个穿着黑色连帽外套的男子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头垂得很低，看不清五官。他在我面前停下来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只是静静走到推胸机前坐下。我看了看时间，正好是8点，我猜这就是 Jin 了。我问他：今天要做胸推吗？要我帮你调重量吗？他没有回我，只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让我浑身打了个冷颤。他眼睛里没有眼白，整片灰浊，像是鱼眼那样死死盯着你，脸色苍白，嘴唇发紫，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刚从医院回来。但我还是照着备课表带他做训练。他的体力异常好，每组做完都没有喘息，连水也没有喝一口，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动作，动作机械完美，像是被程序控制。课程结束时，他站起来看着我，缓缓地说了一句： Kevin 教的莫你仔细，然后就走进更衣室，5分钟后离开，连背影都看不到。第二天我又按表上安排在8点准时等人。8点整， Jin 又出现了，穿着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低头，一样的动作与表情。他做着完全相同的训练，组数、呼吸、顺序全都一模一样。我问他：你以前跟 Kevin 学了多久？他仍然没有回答。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，他的手腕上有一道奇怪的伤痕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，皮肤下还有淤血。我本能地想离他远一点，但我心里更害怕的是另一件事，他根本不像一个活人。第3晚，他又来了，这次我特别留意他的脚步声，他走路没有声音。健身房是塑胶地板，走路再轻也会有摩擦声，但 Jin 移动时却完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仿佛他不是在走，而是在飘。我决定翻 Kevin 留下的备课表，想知道这人到底是谁。那本备课表最后几页被撕掉了一半，边缘还有点较黑，上面写着 Jin 的课程记录，但到第6周就突然断了。最后一笔记录写着 Jin 于第6周课后情绪失控，进入无回应状态，请注意，他们会反复回来。他们……我正准备继续翻，经理突然敲了敲我的办公桌。Kevin 找到了。我吓了一跳，他回来了。经理脸色怪异地说：不是，警方在后巷的电梯井底找到他的尸体，大概死了2周了。我愣住了。2周？他点头。Jin 第一次来找我上课就是2周前。当晚我照常等他出现，这次我故意提前10秒去等，结果他准时地从同一个角落出现，走同样的路线，穿一样的衣服。
我鼓起勇气问他：“你是 Jim 吗？你还记得 Kevin 吗？”他抬起头，眼中泛起一丝异常的笑意，那笑不带情绪，像是从死亡深渊翻上来的浮尸嘴角。他说 ：“Kevin 走了，现在是你的课了。”我退后一步，却撞上了一台腿部训练机。这时我听到后方有脚步声，不是 Jim 一个人，还有其他人。我猛地转头，一排穿着健身服、脸色灰白、皮肤苍白的人影正从健身房四面八方走出来。他们有男有女，有的头歪斜，有的眼睛空洞，嘴里喃喃着：“我要上课，我要练，还没有练完。”我疯狂地想逃，却发现整栋健身房的门自动锁死，手机讯号消失，我被困在这些学生之中。他们围住我，把我推向教练台，仿佛要我一个一个为他们调整姿势、调重量、记次数。我发疯般大吼：“我不是 Kevin， 你们练完了，你们早就死了。”但那群人只是静静地盯着我，缓缓地低声说：“你拿了备课表，你就是新教练。”我眼前一黑，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健身房的地板上，时间是晚上9点01分。我身上的制服被撕破，双手沾满灰白的粉末与血痕。备课表躺在我胸口，打开的那页，赫然是红笔写下的新课程表。学员 Jim、Lana、志文、陈珊珊，名字不断增加。教练林子浩。最下方 Kevin 那行名字被删掉，血红色的斜线穿过。我辞职了，但经理说我无权删除课表，只能找人接手。我现在坐在这里，是因为你刚好也是健身教练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意接手这份备课表吗？你不必回答我，他们已经在等你了。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